小色猫每天盼着化形，幻想着左一根右一棒的生活，结果却被2只丑陋的猎狗兽人拐走，沦为生育工具。就在小猫顿感猫生无望之际，恰好被孤傲的黑狼族长撞见，不仅帮他赶跑2只猎狗兽人，还要把整个黑狼部落送给他当做聘礼。可当小猫化成人形的那一刻，全星际都被他的颜值征服，各方大佬都争着抢着做他的受妇。瑟瑟狐狸想爬床，纯情白虎想贴贴，孤傲黑狼爱调戏，拥有2个鲲的灰蛇。然而女孩刚穿越过来的时候，整只猫都是猛的。前世只不过熬夜看兽式小说，没想到再次睁眼的时候，就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流浪猫。正当他在思索怎么才能回去的时候，迎面就走出来2个猎狗兽人，不仅把他抓回去关在笼子里，还准备把他当作生育工具繁衍后代。当小猫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发现2个猎狗兽人正被人围在墙角拳打脚踢。你们2个居然敢拐卖雌性还虐待他，简直是不想活了，等着帝国的惩罚吧。说着就吩咐侍卫把他们2个关了起来，接着打开笼子就把小猫抱在怀里。狼一双手温柔地抱着雌性，动作轻微，生怕把它弄疼了。他简直难以置信，这个星球居然这样对待雌性。要不是他发现了袋子里微弱的呼吸，这只雌性恐怕已经见了太奶了。在兽氏雌性稀少，雌雄比例更是达到了恐怖的1比1万，可以说雌性一生下来就是高高在上的。没想到还有人竟敢拐卖雌性。看着怀里奄奄一息的小猫，狼一当即下令返回基地全力救治。与此同时，黑狼族基地经过一系列的治疗，小猫慢慢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名男子。他笑意盈盈地看着小猫道：“我叫狼一，你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？你放心，这里是黑狼族驻红湖星基地，在这里没有人能威胁到你。”小猫眨了眨眼，这一天的生活简直是太刺激了，穿越、被绑架，然后又被救出来，更别说救他的人还是一个大帅哥。狼一见他不开口，继续道：“你看起来像是猫星的，是被狼星的兽人拐卖到这里的吗？如果你不愿意跟我回去，我也可以帮助你回到家乡。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去找人调查一下猫族。”闻言，小猫低下头，他想回去，可眼前之人根本没办法帮助他。狼一注意到了他的情绪，立刻慌乱起来：“你别伤心，我不问了。”他情绪紧张，耳朵也冒了出来。小猫好奇地看着眼前高大的兽人，头上出现2个兽耳，可能是天性使然，他不小心咬了一口，尖锐的牙齿不会造成一点伤害，但狼一却单手扶着墙，满脸通红。可以再咬一口吗？小猫此时满脸通红，他居然没有忍耐本性，怎么能咬人呢？没关系，你如果想咬随便咬。狼一直接变成了兽形，并把脑袋放在他面前，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事，我都不会生气。看着面前不断抖动的耳朵，牙齿越来越痒。就在小猫准备把他的耳朵拿来当磨牙棒的时候，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：恭喜宿主穿越兽世，生子系统已上线，奖励随身空间1枚，宿主寿命仅剩1天，当前任务每生下1只幼崽可获得相应积分，回到地球重生为人类，积分10亿。前世作为兽世小说迷的叶简希自然知道系统这件事，但没想到系统这么离谱，居然要怀孕生崽崽获得积分才能重回地球。就在叶简希沉思的时候，系统声音再次响起：检测到优质基因，请宿主尽快行动。说着面前出现蓝色屏幕，黑狼族族长狼一 SSS 及精神力，与其生崽可获得生命力和积分。听到系统这话，他小心翼翼地朝下看了一眼，接着吞了下口水。这不行的吧，这一个比他整个身体还大，会坏掉的吧。房间里叶九熙玩够了，趴在床上喘气，而狼一变成人形走到了桌子边，他拿起一根针管扎在胳膊上，将液体注入了进去。叶简熙好奇地看着针管，想要近距离闻一闻，狼一却抱着他远离针管，危险。他又没有想吃，只是好奇。叶简熙有点生气，跳起来踹了他一脚，这一脚落下，叶简熙趴在地上又不动了。结果又不小心看到了一个东西，就算是变成人了，也不可小觑。还是不行，不行不行，会坏的。他躲在角落一动不动，不管狼一怎么喊也不出来。狼一柔声解释：我没有凶你，那个东西真的很危险，会让你受伤的。说着说着，狼一突然想起，相处这么长时间，小雌性还是没有变成人形。他逐渐意识到了问题，连忙让医生过来。身体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是有点虚弱，需要多补充营养。狼一依旧皱着眉头，那他为什么还不会化形？医生也不知道，这只雌性身体很差，可能是在外面流浪很久了。狼一心口一疼，如果是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人照顾，他可能不会化形。医生离开，狼一慢慢的用精神力引导他身体里的气流，想让他变成人形。叶简熙说不清是什么感觉，身体里一股暖暖的感觉，紧接着他就变成了人形，穿着白色的裙子，裙角还有一只猫猫的图形。他身体一软，差点摔倒，狼一一把抱住他：你身体不好，所以站不稳。狼一把他放在治疗舱上，接着红着耳朵道：你家是哪里的？我可以帮你联系家人，先报个平安。我叫叶简熙，我没有家乡了，他们把我扔出来的。叶简熙垂着眼睛，明明是让人伤心的事情，他却忍着情绪，脸上保持着雪山猫的傲气，这让狼一更加无措了。明明遇到了这么坏的事情，他还保持着坚强的意志力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以后可以让我保护你吗？狼一小心翼翼地开口道：就因为我是雌性吗？叶简熙问：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只想保护你一个人。黑狼低下头，他作为黑狼族的族长，统领整个星球，就算雌性再少，也不是没有的。有很多人想要往他身边送雌性，但是他都拒绝了。精神力越高的人，暴动的可能性就越大，这个问题很好解决，只需要雌性安抚就好。但是狼一一直不愿意找雌性，繁衍是他的本能，但是对那些雌性他根本无益。只有看到叶简熙的时候，他才明白他的本能是叶简熙，我自己可以保护自己。叶简熙开口道：就算来到了这个世界，他还是不想沦为一个生崽的工具，入乡随俗还需要时间。好吧，
郎一垂着脑袋，天生圆润的眼睛像是要哭出来。见他这个样子，叶简熙也有些于心不忍。好了好了，你可以暂时留在我的身边。听到这话，郎一瞬间就精神了。真的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他情绪激动，耳朵不小心都冒了出来。叶简熙看到后，伸手抓住他耳朵，软软的。郎一低头，让他摸起来更顺手。耳朵上的毛发很细，手捏在上面，痒痒的。他忍着本能蹲在他前面，巨大的体型蜷缩在一起，只为了让叶简熙更方便摸。身体里的血液像是要沸腾。郎一红着眼，用力控制着精神力，不能泄露出来一点。雌性现在太虚弱了，只需要一点就能让他受伤。等叶简熙摸完了，他又注射了一针抑制剂。因为抑制剂的盒子和医生的系统连接，所以医生收到通知，立刻就跑了过来。组长，抑制剂1个星期只能用1支，否则对身体的伤害太大。郎一看了后面一眼，见叶简熙正在研究治疗舱，并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，松了一口气。我知道，按道理来说，1支抑制剂就可以控制1周了。您这次怎么这么快？医生说。郎一移开视线，喉结上下滑动，雌性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。这个味道好像只有他一个人闻到。刚刚注射的抑制剂要失效了。他又拿起来1支，医生惊得差点跪在地上。这么快速的注射抑制剂，您的身体会出问题的。医生求助的眼神看向叶简熙，郎一见医生把注意打到了叶简熙身上，他是真的生气了，愤怒道：“你给我滚出去！”此时的叶简熙叹了口气，听了一会，他也知道了大致情况。他把手搭在他手掌上，开口道：“怎么安抚你？”郎一愤怒的表情瞬间消失，小手放在手心，一点一点的摩擦。他在犹豫要不要说，只需要发生关系就能解决。医生在背后小声提醒道：“让你滚出去，没有听到吗？”郎一将叶简熙护在身后，像是被碰到宝贝的恶龙，只要叶简熙一声令下，就能立刻冲出去把医生撕成碎片。医生见状急忙退出房间。此时叶简熙也愣住，因为系统也在提示他的时间不多了，剩余寿命还剩16个小时。郎一关上门，失落的低着头，是他的失误才会让医生说出那些话。你别生气，我不会那么对你的，你别不说话，如果生气了，你可以打我，也可以骂我，只要你消气。郎一声音颤抖，早知道他会让雌性这么伤心，就应该早点离开房间，是他太贪心了，忍不住想和叶简熙在一个地方。叶简熙见状，一只手盖在他眼睛上，接着踮起脚尖咬在了他的喉结上，小虎牙在上面用力。郎一的控制力不堪一击，他喘着气跑去浴室，打开冰水，从上往下冲，可是心里的那股火却怎么都消不下去。他看着外面的叶简熙，是他想要的太多了，他不能那么贪心。等郎一出来的时候，叶简熙用手抚摸他结实的胸膛，我都主动一下了，你还要让我继续吗？郎一难以置信，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。叶简熙的意思是同意了。房间里的温度上升，顾念着叶简熙的身体，他的动作很轻柔，生怕把怀里的小雌性弄疼了。12个小时后，叶简熙躺在郎一的怀里，郎一就算是变成人形，也比他高大很多，还以为这次的交流会很困难，没想到对方的耐心超出了他的想象。郎一感受着怀里小雌性的温度，保证道：“这次是第一次，所以时间有点短，下次一定不会这样的。”叶简熙盯着天花板，这样就好。此时系统声音响起，已获取优良基因，增加积分100，优良基因已落实。幼崽出生后可获取基因。叶简熙松了一口气，可以活100天了，还有9000多万积分，他就可以回家了。不过想到系统说的优良基因，他坐起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，应该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吧。想到这，他轻轻推开郎一。叶简熙假装没有看到他受伤的表情，点开治疗舱屏幕，这个怎么用？你身体不舒服吗？哪里不舒服？我帮你调整。郎一上下检查，都怪他太不知分寸，最后还是弄伤了。点开体检的选项，叶简熙躺在里面，透明的盖子合上，一道光从头照射到脚。体检结果很快出来了，屏幕上出现了大大的2个字：已孕，检测到新生命，请选择是否更改治疗舱参数。真的吗？郎一愣在原地，很久没有发出声音，而后低头看向他的肚子，想放上去又不敢放。叶简熙微微抬起头，拉着他的手放在小腹上。你们的治疗舱显示的结果。郎一不敢相信，按下了紧急呼叫按钮，呼叫医生进来。房间外面警报声传播到整个基地，副将连滚带爬的冲过来。来的路上遇到了医生。组长遇到袭击了吗？怎么会响起这个警报？医生抱着所有可以救命的药剂，这个警报从黑狼星正式成立后就没有响过，恐怕事情很严重。一路上他们又遇到了其他赶过来的兽人，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他们的族长也没有任何子嗣，如果出现问题，那将不堪设想。到时候其他星球的种族恐怕会趁着他们一举进攻，攻占黑狼星。此时的医生已经来了门口，只见小雌性躺在治疗舱中。医生反应过来出事的不是族长，而是小雌性，于是急忙拿出检测仪器，询问哪里不舒服后，一旁的族长抢先开口：她怀孕了。众人当场石化，医生的治疗仪器没拿稳掉在地上，狼峰副将快跑2步，捡起来塞进他手里，快检查。医生点点头，认认真真做了一次检查，检查结果确实是怀孕了。为了确保严谨，他又做了一次。他激动得快拿不动检测的仪器，只是目前不能确定有几个。确定了事实，在场的所有兽人高兴得要跳起来，这简直是他们黑狼星成立至今最高兴的事情，就应该用最高级别的警报来宣告。太好了，族长也有后代了，我们黑狼星有希望了，以后你就是我们黑狼星的恩人了。狼一单手抱着叶简熙，轻踹了一下治疗舱，给他定制的治疗舱呢。狼峰副将还沉浸在喜悦中，马上就好。借此时机，医生顺便给狼一也体检了一下，波动的精神力已经压制住了。这个小雌性真厉害，其他兽人都是要经过几年的时间
才能压制雄性的精神力。叶简熙不仅治好了族长的精神力波动，而且精神力很可能超过 SS 等级，身上还带着族长的仔仔，一下子跃升成为整个黑狼族最尊贵的人。要知道，在兽人世界，雄性的精神力只能用来攻击，所以有时候会发生暴动。雌性的精神力可以攻击，也可以安抚雄性，因为具有双重功能。雌性的精神力一般较低，再加上雌性稀少，精神力暴动一直是困扰兽人星球的大问题。另一边，狼一手里拿着像牙膏一样的东西递了过来，这是我查到的猫猫最喜欢吃的东西，试试看。叶简熙看着上面写着猫猫专用营养剂，但它的味道好像真的就跟牙膏一样，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。我要吃水净血。狼一看向狼峰，后者立刻去查，很快查询的结果出来了，是雪山猫族的食物。雪山猫是最近刚刚出现的种族，还没有自己的星球，一直居住在黑狼星的一个雪山角落里。因为我们很少去那，所以也没管它们。原来小雌性是雪山猫族，原来是从那么远的地方扔到这里，同时也懊悔自己为什么不去雪山看看，说不定叶简熙就能过得更好了。叶简熙并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他挑选着面前的营养剂，这是所有口味的营养剂。找到水净血需要时间，他需要填饱肚子，最后挑选，找到了冰淇淋口味的营养剂，香香甜甜，虽然口感像牙膏一样，但是味道很好。这时候脑海中传来系统的声音，奖励发放，空间技能升级1级，开放10个格子，奖励初级大礼包。叶简熙打开新手礼包，里面刚好10件东西，填满了空间，分别是无痛生子丹、救死扶伤丹、无敌修理手。他松了一口气，有系统辅助，生仔仔的过程会很顺利。经过1天的治疗，他的身体不需要再进治疗舱，但是因为身上有仔仔，治疗舱可以提供更加舒适的温度和湿度，会让他舒服很多。新的治疗舱比原来的小很多，叶简熙躺在上面，垫子的幅度会根据身体情况自动调整。就在这时，旁边传来一声巨响，狼一搬着床放在旁边，见到惊醒了叶简熙，有点紧张的开口：我想守着你，可以吗？床在治疗舱外面，狼一躺在上面，将治疗舱严严实实的遮挡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他都能第一时间保护好他。尽管基地不会有危险，可以叶简熙说完就疲惫的睡着了。这一觉，叶简熙睡得很好，鲜少的梦到了家里的人，梦到他没有去世，和家里人快乐的生活在一起。然而睁开眼，发现所有的都是假的。在他醒过来的第一时间，狼一也醒了，趴在透明的罩子上观察，发现叶简熙的眼睛红了。怎么了？是不舒服吗？哪里不对？我叫医生来。狼一紧张的手脚不知道放在哪，把他抱了出来。狼一见过很多雌性，没有一个像叶简熙一样惹人心疼。有什么不好的事情，绝不会告诉别人。治疗舱显示小雌性的身体正常，我没事。叶简熙闭上眼睛，真的吗？狼一又做了一遍检查，除了仔仔有变化之外，没有异常。你不信？叶简熙眯着眼，我信我信。狼一低着头，将头埋在叶简熙脖子上，因为体型的原因，只有半张脸埋着，悄悄的又启动治疗舱，结果还是一样。叶简熙轻声开口询问道：你知道有一个叫做地球的星球吗？这里的星球很多，就像是沙漠里的沙子一样。狼一用个人终端查询看到了结果，没有你说的地球，但是有一个地星，在10几万年前，一场灾难袭来，地星陷入了冰川季，接踵而来的灾难，上面的生物全部灭亡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兽人，上面的条件根本不适合兽人生活，那里没有任何价值，就算是红狐族战败了，要把地星当成赔偿送给我，我也要考虑要不要。系统，这里是10几万年之后吗？宿主，这里无法告知，只能告诉你，任务完成后可以回去。你是想要星球吗？黑狼星可以吗？狼一询问道。叶简熙摇头，打了个哈欠，睡了那么长时间，已经不困了。他想下床清理一下，这时候天已经要亮了。叶简熙趴在窗边，基地里的兽人化成兽形出来训练，狼一也跟着离开了。他没有在意，黑狼的族长一定会有很多事情，不能一直在这里玩耍。没过一会儿，狼一又回来了，这次出现在窗户外面，和训练的兽人一起。巨大的黑狼出现，掩盖其他黑狼的光芒，毛发流光溢彩，黑色上层反射着的自然光，让人移不开眼睛。黑狼一跃而起，比房间还要高，前爪落在战斗机器上，直接把机器拍成了碎片。他回过头，似乎是看着叶简熙的方向，过了一会，又用同样的方法，一次拍了4个。叶简熙打开了一点窗户，听到了旁边的人谈论，族长今天怎么来了？他来和我们这些新蛋子玩什么？是激励我们更加努力训练吗？是吧？我什么时候才能像族长一样？做梦吧！听说族长有雌性了，你想像他一样，10辈子也不够。你说的是那个有了仔仔的雌性吗？谁不知道啊？那可是我们族长的雌性，怀里那个还是未来族长。黑狼这辈子只会有一个雌性，未来的族长一定是他身上的仔仔。2个黑狼说着，头顶落下一片阴影。族长去训练。狼一冷声开口道。2个黑狼连滚带爬来到训练场，发现所有的训练机器都已经报废了。他们训练什么？你看到了吗？隔着窗户。狼一耳朵尖尖有点红。什么？叶简熙明知故问，我是不是比他们厉害？狼一小声道。叶简熙笑了一下，手伸出去捏着他的耳朵尖，好烫。外面忽然一阵巨响，基地里出事了。叶简熙想要伸出头去看一看，快回去！狼一从外面关上窗户，朝着对面的方向去了。叶简熙回头想休息一会，发现治疗舱停止运行了，他的和狼一的都停止了，房间里的灯也不亮了。他打开门，走廊里的情况一样，基地的能源供应停止运行了。顺着人流方向，叶简熙看到了狼峰。你怎么在这里？看到小雌性狼峰既高兴又紧张，这种时候如果有人攻击小雌性就太危险了。他找了2个人，你们保护好他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叶简熙开口询问。我们的能源系统被红狐族攻击了，
族长正在带人修复，身边保护他的兽人说。狼峰有点着急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您快点回去，我去看看。叶简熙跟着他走，可是太危险了，如果族长知道，他会骂死我的，不，他会打死我的。狼峰拦在他面前，叶简熙沉默着，就是要去。狼峰实在是没有办法，为了您的安全考虑，你只负责带我去，剩下的事情我来负责。叶简熙边走边说，他空间里有东西可以解决，正好实验一下系统奖励的东西好不好用。狼峰依旧不动摇，坚定地放在前面，不行，我是族长的手下，到时候他该罚我还是会罚我。叶简熙抿唇，周身冷冷的，他做出的决定没有人能阻止，他敢。与此同时，能源中心所有的高层都集中在这里，修理的兽人蹲在密密麻麻的线路前，满头大汗。族长，他们直接攻击能源的主控，根本没有办法修复，只能更换新的。新的主控要从黑狼星运送过来，最少要3天。3天太久了，没有能源，基地只能陷入瘫痪。如果这时候红狐对他们做什么，他们束手无策。能源中心的主控失效，我们的能源没有办法使用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先恢复基地的能源供应。狼一靠在椅子上，那双眼睛十分警惕，他像是想起来什么，皱着眉头。这时候狼峰副将推门进来了，把我房间的雌性送走，用最快的速度。狼一严肃开口，狼峰还没说话，房门又开了，这次进来的是叶简熙。狼一的声音立刻变得温柔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太危险了。叶简熙摸了摸他的头，没有看到狼耳朵，有些失望。情况怎么样了？没关系，你只要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不用管。狼一带着他往外走，能源中心汇集了很多兽人，房间里充满躁动。这种情况下，雄性会有精神力波动的风险，他不能让叶简熙处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。只要有一个人精神力失控，叶简熙就会被他们击碎。你让我离开！叶简熙有点生气，他特意过来看看情况，这只兽人竟然赶他走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里很危险。狼一有点委屈，声音更加低了。狼峰和其他人已经见惯了他们族长在叶简熙面前的样子。后面修理人员惊讶地回过头，又在狼一凶狠的目光下继续修理。族长，没有任何一个星球修复过能源主控，我们只能从黑狼星再运送一个。修理人员擦了擦头上的汗，西西，你听到了，现在基地很危险，我不能让你陷入危险中。狼一轻轻说，一只手抱着叶简熙往外面走，想要强行送他离开。叶简熙挣扎不得，一口咬在狼一脖子上，猫猫的牙齿锋利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磨破了黑狼的皮，脖子上挂着4个红点，看不到血迹。狼一笑了一下，甚至侧头让叶简熙更方便咬他。弱小的雌性根本没有伤害别人的能力，锋利的爪子只能留下一点痕迹。你放我下来，我可以修好，别开玩笑了。狼一只当这是叶简熙想留下来的借口。兽人世界，雌性天生就是享受的，所有的技能和战斗人员都是雄性，他们负责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，让雌性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叶简熙也不可能学习过修理，更不可能会修理中控的。叶简熙更生气了，狼一脖子上又多了4个牙印，他用力磨了一下，还是没能咬出血。你如果把我送走，我以后就不理你了，以后一直。狼一脚步一顿，叶简熙抓住这一瞬间，变成了原形，敏捷的身体逃脱控制，穿梭在兽人中间，白毛毛的一团，绕过兽人的抓捕，眼看就要到了中控旁边，一只巨大的黑狼挡在他面前，是狼一的原形。两人同时跃起，都要碰到了天花板，眼看就要正面相撞。狼一身体低下，叶简熙也没有想和他撞，踩着黑狼的脑袋，顺便伸出了爪子，越过黑狼，稳稳地落在地上。空气中飘着几根狼毛，落在叶简熙鼻尖，他打了个喷嚏，黑狼立刻趴在他前面，两个眼睛紧张的上下打量。叶简熙还在生气，转身背对他，尾巴不小心甩到黑狼脸上，气消了。你没事吧？黑狼变成人形，双手抱着雌性，翻来覆去，不放过一个角落，转身训斥手下，你们这么多兽人，连一个雌性都拦不住，回去家训。叶简熙也变成人形，拍了拍身上，衣角上留下了一根黑色的狼毛，他摘掉扔下，你不是也没有拦住吗？狼一没有说话，回头看了一眼狼峰，眼神示意他。狼峰不情愿地走出来，替他们族长在雌性面前挽尊。族长刚才在最外面，挤不进来的。叶简熙的目光落在狼峰身上，他也不敢说话了。我会修的，放心吧。好，交给你。狼一不敢不同意，所有人都不会，让叶简熙来也不会有坏处。小雌性还没有中控高，看不到上面的情况。狼一双手托着雌性的脚，稳稳地往上，上面的线路比下面还要复杂。叶简熙跳到中控上面，拿起一根电线，又放下去。他打开空间，点击使用无敌修理手，空间里出现一个空格，无敌修理手消失了，变成了一条细细的线。没有人注意到的时候，划进他身体里。叶简熙在抬头，中控里面所有的线路无比清晰，脑海中呈现了一个完美的修理方案。理清楚之后，叶简熙跳下去，半空中，狼一一手抱着他的腰，然后稳稳放在地面。他来到中控的操作台，因为是雄性兽人经常接触的东西，上面有一层不明显的指纹印记。叶简熙皱着眉头，熟练地点开后台，弹出了一个窗口，需要输入密码。叶简熙拉着狼一的手掌，按在上面，获取了最高管理权限。半个小时后，叶简熙清理了2遍手掌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结束了。修理的人员试探着点击开始，房间里的灯亮起来，空气也开始流通，温度慢慢降低，其他的设施也恢复正常。修理人员两眼放光，看着叶简熙就像是看到了肉，因为激动尾巴也冒出来，要摇出了花。族长，我们研究所就需要这样的人才，能不能？不能。狼一说完，又带着歉意看叶简熙，他不能替叶简熙做决定。叶简熙点点头，同意了狼一的话，他还要攒积分，没有那么多时间。修理人员有点失望，但是掩盖不住他心里的激动，真厉害啊！
这个东西从来没有人修理成功过，族长从哪找来的磁性，这么厉害？狼风也跟着说，是啊，我虽然不知道这中控的程序，但是一听就知道很厉害。他在这方面岂不是没有一个兽人比得上？这下红狐的计划要落空了，他们怎么能想到我们这边有一个顶尖的磁性？叶简熙擦干手，眯着眼，转身看向狼毅，嘴唇轻启，我会修理吗？会，没有人比你更厉害了。狼毅说。道歉。叶简熙冷冷开口，很抱歉。狼毅没有一点的犹豫，生怕叶简熙在意，又补充道，是我小看你了，以后你说的话我全部都信。完成支线任务，积分加10，总积分110分。叶简熙愣了一下，原来使用系统奖励也会增加积分。他剩下的几个格子里还有无痛生子丹、救死扶伤丹以及解毒丹和技能型的书本，有一本书写着星球护理手册。叶简熙丢到了最后面的格子。红狐这次对我们发动袭击，我们不能善罢甘休。族长，我愿意带人去。另外一个兽人说。狼风也开口，族长，能源危机解决了，那就该分析一下这次事故是怎么发生的。狼毅冷着声音，平缓地开口。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敢开口。我先出去了，追究责任。叶简熙不想参与，反正不是他的问题。狼毅笑了一下，轻柔地说，水晶雪已经送过来了，晚上记得回来吃饭。叶简熙点点头，带走了房间里最后一点温暖。基地是一个环形的建筑，边缘处是居住和办公的场所，中间是空旷的地带。叶简熙还没有仔细观察过这里。兽人世界发展了很久，黑狼星成立的时间很短，在成熟的世界想要找到一个适合居住的星球很难，恐怕是从其他兽人手里抢过来的。这个世界弱肉强食，叶简熙不觉得狼毅有什么不对。他赤脚走在草坪上，一股水流喷过来，叶简熙快速躲避，手上还是留下一点水渍。他皱起眉头，喷水的地方有一个小洞口，应该是什么打洞的生物，不小心钻破了水管。洞口出现一个圆圆的脑袋，一条小黑蛇滑溜溜地探出洞口，它有一个手指的粗细，刚好能缠绕在人手腕上。叶简熙按了一下蛇脑袋，蛇好像被打懵了，在原地不动。他又轻轻拍了一下，好奇地低下头，近距离观察。这里的蛇和地球上的不一样，每一个鳞片都像是精心排列，露在外面的部分是一个椭圆形，除了头顶的一小块是一个圆形的。叶简熙想起来，他一开始按的就是这块，再想按下去，蛇头的速度居然比他更快，躲开的同时还咬了一口，头也的不回，钻进洞里面。叶简熙一脚踩在洞口，没有碰到小蛇。回到房间，狼毅也回来了，见他回来立刻来迎接。饿不饿？叶简熙伸出手指，伤口已经变黑了。狼毅面色立刻沉了下来，抱着他放在治疗舱里面，手指微微颤抖，快速调整参数，又叫了医生来。医生简单询问了原因后，皱着眉头严峻道，你遇到的可能是新物种，兽人发展的几十万年里无人发现过的新物种。叶简熙点点头，那会不会很难治？手指已经不流血了，但是黑色的斑块在扩大，身体的数据也在急剧变化，除了他本人很正常，没有一个正常的。叶简熙也就没有当回事。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？医生问。叶简熙仔细感受了一下，摇摇头，除了手指上肉眼可见的伤口和一路暴跌的身体数据，一切正常。能治吗？如果医生不能治的话，他就要用空间里的药了，不然能省就省，万一以后又用到了。我尽力。医生深吸几口气，冷静下来开始治疗。几个抗生素注射进去，身体的系数开始剧烈波动。叶简熙额头渗出一层冷汗，身上也湿漉漉的。他皱眉擦了一下，1个小时后再注射。医生说完就离开了。叶简熙刚想去洗个澡，狼毅把他又放回治疗舱，盖上透明盖子。叶简熙敲了敲，示意他打开。狼毅犹豫了一会，打开了一条缝隙。叶简熙趁机伸出去一只脚，盖子打开了，像一条滑溜溜的鱼。盖上对你的身体好。狼毅声音有些委屈。叶简熙心软了，慢慢盖上一半，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，不用这么小心。医生刚才也说过了，他体内的蛇毒并不多，只是毒性较强，再加上他兽形太小，无法支撑毒性才会这么严重。如果你是黑狼族的兽人，可以靠自己挺过去。医生在准备接下来的抗生素。我不想用那个了。叶简熙说完，2个兽人都惊呆了。中了蛇毒不用抗生素，那就是在等死。你不相信我吗？抗生素进入身体后很难受，哪里都不舒服，他想一次性解决。我信。狼毅有气无力地说。他示意医生离开。房间里只剩下他们2个人。叶简熙终于洗了个澡，在浴室里顺便吃了解毒丹，无色无味，像是吃了一口空气。完成支线任务，积分加10，总积分120分。洗过澡之后，身上一片清爽，他变成了圆形，趴在床上。狼毅拿着烘干机给他慢慢烘干毛发，温暖的空气驱散寒冷。叶简熙昏昏欲睡，狼毅吹到了前爪，小心翼翼拿起来，粉色的软垫前面有一块黑，他低头亲吻了一下，猫爪忍不住后撤却没有成功。叶简熙又被放在治疗舱里面，狼毅就在外面坐在床边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他。我不会出事的。叶简熙很自信，我相信你。狼毅说着关上灯，继续看着他。猫猫和狼在晚上视力都很好，叶简熙实在拒绝不了，只能任由他在床边坐着，身体的机能恢复平稳。他翻了个身，背对着狼毅，解毒丹开始起作用。叶简熙打了个哈欠，不小心就睡着了。他中途醒来过很多次，每一次都能看到狼毅盯着治疗舱的面板，或者来看看他的伤口。第二天一早，叶简熙睁开眼睛，敏捷跳下床，恢复了往日的活力。他趴在狼毅面前，黑狼眼底青黑，昏昏欲睡。1个晚上过去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的情绪中度过。这1个晚上比他往常任何一次战斗都困难。他来到床边，碰了碰狼毅的额头，没有发烧，应该只是缺少睡眠，你该睡觉了。狼毅点点头，没有逞强，去了他的治疗舱里。叶简熙又来到了昨天的洞口，水管已经修好了，
洞口也堵上了，不知道小蛇有没有跑掉，都找仔细了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狼峰在后面带着人检查，叶简熙走过去看了看他的笼子，一条也没有找到。狼峰打开笼子，真是奇怪，原来我还能见到几条，今天一个也看不到了。玩了一圈，回到房间，狼姨已经醒了。叶简熙坐在床边，踢着光溜溜的脚。我想要鞋子，狼姨早就准备好了，怕叶简熙看到会生气，一直都没有让他穿上。他单膝跪下，鞋子也是白色的，但是仔细看又不全是白色，上面有一些亮亮的金属，指甲敲击时会发出声音，猫猫一般都会很喜欢。叶简熙踩了一下，点点头，我要出去玩了。狼姨犹豫着，我能和你一起去吗？不行，你是黑狼族长，不能和我一起。基地里的情况他大致已经了解了，他想去外面看一看。叶简熙没有查看地图，按照记忆里的方向寻找基地大门。走廊尽头，一扇门紧闭。叶简熙左右看看，他分明记得这里是大门的。他看了一眼门禁系统，上面出现识别成功的提示，门打开了。入门处放了一个机器人，人们穿着白色的衣服，有人来回奔走，有人坐在台前。那天的研究人员也在这里。你怎么来了？是想加入我们研究所吗？走错了。叶简熙开口。那以后我有不会的东西可以问你吗？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的研究人员祈求着，双手合十。叶简熙摇头，拒绝他的提议。我很忙。研究人员又失望了。这里是整个基地最隐蔽的地方，你怎么走到这里来了？不小心。叶简熙正好走累了，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。研究人员拿着一个小东西，翻来覆去的看，放在仪器下检测，做了记录数据。叶简熙看着他研究了2个小时，一无所获。他不禁开口道：你好笨，研究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研究不出结果。研究人员小声吐槽。叶简熙瞥了他一眼，拿着那块小东西放在机器上，准确的把环境数据调整到了小数点后4位，小块的金属变成液体，连接到了仪器两端，绿灯亮起来，小机器人左右摇摆。实验成功。他微微抬头，看清楚了吗？研究人员张大嘴巴，指了指监控，我可以查这个。叶简熙满意的点点头，离开了房间。终于摸到了基地的大门，叶简熙跑出去。这里距离市区很远，他走了很久才走到人群中。红狐星上大多数是红狐，也有少部分的其他兽人，有些兽人控制能力弱，身上保留着兽形的特征。红色的耳朵在他眼前飘来飘去，叶简熙牙齿有点痒。这是哪里来的小雌性？真好看，好像不是红狐族的兽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其他种族的雌性。是猫族吗？他们一族都是这么好看吗？不像是猫族的，他们猫族不是这个味道。也不知道他有几个雄性了，我能不能去推荐一下自己？就在这时，一位长相俊美的人出现在他面前。这位美丽的小姐，请问我是否有幸和您共进晚餐？检测到优质基因，宿主可等待时机。这个世界的女人每个人都拥有9999根绝美兽肤，雌性拥有绝对的优先择偶权。而刚穿越过来的女孩不仅变成了一只小白猫，还绑定了多子多福生仔系统。只要攒够100亿积分就可以重回地球。不想沦为生仔工具的穆简熙还没彻底接受这一现实，适应这里还需要时间。此时离开黑狼族基地的穆简熙来到大街上，遇到了前来搭讪的红狐族美男。这位美丽的小姐，请问我是否有幸和您共进晚餐？此时系统声音响起，检测到优质基因，宿主可等待时机。身体性别雄性，姓名洪墨轩，属性红狐，等级 SSS 精神力，种族红狐族少主。对方穿着白色的长袍，一双漂亮的丹凤眼和叶简熙目光交叉。美丽的小姐，我能否和您共进午餐呢？叶简熙轻笑，吃什么？你们狐狸的饭菜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这种低级的狐狸食物怎么能配得上你们？洪墨轩微微弯腰，叶简熙心情愉悦，走路都轻快了一点。与此同时，红狐星的权贵集中地最中心的一家餐厅里，这是我精心让人准备的东西，希望能入你的眼。洪墨轩单手放在腹部，微微弯腰行礼，同时打开了盖子，是叶简熙昨天刚刚吃过的水晶雪，本身是一个生长在雪山的稀有植物，浑身通白，是雪山猫的特有食物。白色的草摆放成了一个心形，中间还点缀着红色的果酱，外面放了一点绿色的菜当做装饰。叶简熙抿唇看了一眼，又闭上眼睛。这个摆放形式你觉得很好看吗？不好看吗？洪墨轩盖上盖子，换了一个，这一次心形没有了，换成了嘴唇的形状。叶简熙深吸一口气，我吃刚才那个。餐盘摆放在他面前，洪墨轩坐在他对面，面前是肉类撕成条纹，也摆放成了心形，和他的刚好搭配。叶简熙没眼看，3下2下把果酱丢出去，心形搅成一团，松了一口气，勉强能看。这是我特意找的厨师，尝一尝是否合你心意。洪墨轩的筷子伸过来，还想帮他夹一下。叶简熙眼疾眼快，直接挡下。你是第一次主动接触雌性吗？洪墨轩看起来有些惊讶，随后又恢复淡然的样子。当然，只有西西小姐值得。叶简熙真想一爪子拍过去，这每次都能准确戳到他雷点的沟通技巧，实在忍受不了。如果不是他基因优良，早就一走了之了。你想当我的雄性？是的，我能为美丽的西西小姐赴汤蹈火。洪墨轩笑着，我说什么你都会听。叶简熙抬起头，手里的水晶雪拿起又放下。那是当然。好，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到用餐结束，你不要再说一句话，否则我立刻离开。叶简熙说完，洪墨轩微笑着点点头，看来还是个聪明的，知道不能回应他这句话。见他终于保持安静了，叶简熙尝了一口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天吃多了各种口味的营养剂，感觉水晶雪也不是很好吃了。用完餐后，叶简熙要了他的联系方式，并给他发了几条消息。说完转身就离开了。回到家的洪墨轩打开终端桌面，他回到主页面，看到了几本电子书。学会说话，让你的人生进步100倍。约会是这样炼成的，
如何让你脱离低级趣味，如何勾引优秀的雌性，让他为你神魂颠倒。与此同时，叶简熙回到房间，发现郎一坐在床边，正幽怨地盯着他。你今天一天都没回来，是去见其他雄性了吗？叶简熙忍不住揉着他露出来的耳朵。你什么时候去他那里？记得和我说一声。郎一的耳朵抖了一下。好。叶简熙一口咬上去，小虎牙在耳朵尖尖上摩擦。第二天闲来无事，叶简熙打开个人终端，收到洪湖的消息：美丽的小姐，很抱歉昨天给你造成的困扰，请问今天有时间吗？晚上有一场晚宴，想邀请你一同前往。叶简熙笑了，看来他真的看了他推荐的书，知会了郎一一声后，他便起身前往。刚进闹市区，就遇见了等候在这的洪墨轩，两人相视一笑，就结伴走进了宴会厅。刚进宴会厅，洪墨轩嘱咐叶简熙玩得愉快，转身就去给家里的长辈敬酒，而叶简熙就坐在位置上无聊的四处张望。这时，一个洪湖兽人径直走了过来。美丽的小姐，我叫丽媛，是洪湖族大将军的儿子，能否邀请你一起跳支舞呢？不去。叶简熙头也不回。你要想清楚，这里是洪湖族，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叶简熙嘴角微微上扬，是吗？只要你还在洪湖星，就只能被我玩弄，不管你的雄性是谁，今天晚上我都要让他趴着离开宴会。叶简熙嘴角又上扬一度，我不信。丽媛弯下腰和他平视，小声地说，雌性是很珍贵，但是在我这里只是一个消耗品，我想要的雌性还从来没有得不到的。叶简熙眨眨眼，圆圆的眼睛一片纯真，你不怕我说出去吗？我会在你说出去之前把你关进我的房间。丽媛舔了一下嘴唇，阴邪的目光上下打量，像是在看一个等待挑选的物品。叶简熙坐直身子，拿起一杯红酒敬。丽媛冷笑一声，算你识相。她一边朝着叶简熙的胳膊伸手，一边喝着杯里的红酒。然而在她碰到之前，叶简熙突然松开手，红酒洒在裙子上，绽放出一朵红色的花，酒杯也落下摔碎了。宴会里一片安静，目光全部在叶简熙身上交汇。她低着头紧靠座椅，尽力要把自己藏在里面。白色的裙子也被弄脏，她垂着眼，不敢面对强壮的雄性，脸上尽是慌乱，眼神恐惧，一滴泪水划过。刚敬完酒的洪墨轩回来就看到这样的场面，他挡在叶简熙前面，脸上没有了往日的笑容，解释，同时也打开个人终端，通知了洪湖的护卫，显然一副不管怎么解释，结局只有一个的样子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丽媛笑着绕过他，来到了叶简熙面前，我们都是误会，对吗？叶简熙身体轻轻抖了一下，往洪墨轩旁边躲避，眼神惊恐，不敢说话。退后，洪墨轩再次拦下他，转过身轻轻说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放心，我们会保护好你的。叶简熙的眼泪连成串，一颗一颗砸在洪墨轩手背上，要把宴会里所有人都心哭碎了。他声音很小，但又足够让洪湖兽人听到。他说要把我关起来，当他的宠物，整个洪湖星都是他的地方，我逃得越远，他会打得越厉害。他声音颤抖，下意识寻找庇护的地方。我该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洪墨轩温柔说。叶简熙微微点头，躲在他后面。外面来了几个穿着制服的洪湖，压着丽媛往外走。他不甘心地甩开，和刚才同样的眼光落在叶简熙身上，眼神轻佻，并不把这场闹剧当回事。我自己走。叶简熙似乎是害怕，眼神落在他身上，手指紧紧地抓着洪墨轩的衣服，一个无比嚣张，一个瑟瑟发抖。今天这件事既然让我看到了，我就不会善罢甘休。如果这位美丽的雌性以后出了任何事，丽媛你都脱不了干系。一个雄性兽人开口，是刚才在门口和他们打招呼的雄性。丽媛冷哼一声，他的父亲是将军，只要洪湖族还需要他父亲一天，他就不会有事。这时候坐在最高台上的兽人洪湖族族长开口，丽媛明天离开洪湖星，以后你就不要再回来了。丽媛心里一震，如果我离开了，我父亲不可能再为你们效力。族长笑了一下，你父亲做了半辈子的将军，如今已经高龄，我给了他多少荣誉，到底有些名过其实了。是他需要洪湖族，而不是洪湖需要他。丽媛一愣，嘴里小声说着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如果他们依赖洪湖族，那他父亲到底为什么从来没有提醒过他，让他收敛一点？洪墨轩冷笑，那双狐狸眼里露出锋利的光芒，你出事了，他才好继续享受荣誉。名义上厉将军为洪湖族做了很多，但是洪湖给他的同样多，如果要继续下去，势必要牺牲什么，而丽媛就是最好的东西。丽媛不敢相信，他这几十年为非作歹，竟然都是别人故意纵容，甚至刻意计划，只等一个机会，让他彻底土崩瓦解。这个机会就是叶简熙，就是因为这个雌性，他凶狠地盯着他。弱小的雌性很害怕，躲在别人身后。忽然，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睛也带着笑意。你故意的！丽媛怒斥。叶简熙擦了擦眼睛，站出来。从始至终都是你故意找我的麻烦，你怎么能说我故意的？丽媛又看到了他眼底的笑意，一股怒火直冲头顶。他一跃而起，化成兽形，弹出锋利的指甲，直冲着他的喉咙。叶简熙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在他来到面前的时候，洪墨轩挡在他面前，一股准确的精神力把丽媛冲到墙上。他顺着墙壁滑下来，倒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只有两只眼睛还盯着他。那样的目光让叶简熙很不舒服。到了现在，他都没有认为自己错了。丽媛被人带下去，宴会重归平静。大家继续，今晚这场意外由厉将军负责，改日我将他的工资换成礼品送到各位家中。族长打着圆场。另一边，叶简熙今晚受了很大的委屈，所以准备提前离开宴会厅。洪墨轩也连忙跟了出来，并且拿出一朵粉色的玫瑰。西西今晚实在对不起，这朵花送给你。叶简熙收下了花，打开一看，发现花朵里面包裹着一根银白色的项链，中间有一个可爱的小猫挂饰。
洪墨轩微微靠近，帮他把项链戴到了脖子上。穆简熙因宴会搅乱的情绪也好了很多。就在这时，个人终端发来了郎毅的消息：西西要照顾好自己，我今晚有事就不能来接你了。叶简熙意识到郎毅语气有些不对，于是便丢下洪墨轩赶回基地。半个小时后，叶简熙出现在基地，远远的就看到所有兽人全部集中在郎毅的房间外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郎峰见到他来，先是一高兴，而后又叹气：没什么，族长今天很忙，等下次让他腾出几天的时间陪你玩可以吗？叶简熙眯着眼微微抬头，让开，今天真的不可以。郎峰继续堵着门。说实话，叶简熙的耐心只有这点。他后退一步，准备强行进去。族长去找红狐族报仇，没想到他们居然有兽人支援，不小心中招。狼峰低着头，然后补充：他们2个兽人，我们族长只有1个才会受伤。叶简熙抬头，意味深长地扫视房间门口的兽人。你们以为狼一是1个人，对方就只会有1个人，就应该这样，还称自己是贵族，连决斗的精神都没有。狼峰义正言辞，他说的有理有据。叶简熙差点认为黑狼和红狐2族不是有仇，而是过家家了。尊重敌人就是尊重自己，我们才会和红狐下战书。他们竟然这么过分。叶简熙对此不想多说什么，指了指房门。狼峰无奈只能让开身子让叶简熙进去。叶简熙刚进房间，就见狼毅坐在椅子上，身上带着白色的治疗仪器，周围的医生正在为他治疗。见叶简熙回来，狼毅笑了笑：你怎么回来了？叶简熙没有回答，而是转头问向医生：情况怎么样？不是很好，那边虽然没有下死手，但是也没有留情。医生继续开口：奇怪，现在我们的医疗水平已经很高了，为什么把伤口愈合的药物涂上去，血迹还在继续流出来？他们一贯会用阴险的东西。狼一不把这点伤口当一回事，站起来就想去叶简熙身边，又在他的目光下默默地回到医生身边。那什么时候能治好？医生再次止血，依旧没有办法。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办法，伤口根本止不住。叶简熙抬头，如果知道是怎么造成的，就可以治好了。不一定，族长身上的伤口不止一处，药物根本没用，只能用绳子绑起来，但是可能会肌肉坏死，如果时间太长，可能需要截肢。门口的狼峰震惊道：医生，你一定要治好他，如果族长被截肢，我们真的就完了。而作为当事人的狼毅并不当回事，而是开口道：我流了好多血，西西陪陪我可以吗？狼毅换了个方向，还要往叶简熙身边冲，被医生再次拦下。尊贵的小姐，除了身上的伤口，族长精神力被受到诱导，有些波动，接触您太久可能会发生暴动。叶简熙明白了，他身上还有仔仔，不能用传统的办法安抚精神，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，他不能让仔仔出生就没有爹。他拿出空间里的救死符伤单，走到狼毅面前：张仔。狼毅在他面前像是被驯化后的野兽，不管让他做什么都会听话的做。狼毅躺在椅子上，身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房间内外的兽人们惊讶地张大嘴巴，不敢相信。医生揉了揉眼，甚至想扒开伤口看一看。伤好以后得狼毅大步走过来，想要抱起叶简熙，但又怕身上的血迹弄脏他。叶简熙叹了口气，双手张开，给了他一个抱抱。等叶简熙松开他，狼毅还在抱着，没办法的他只好用力推开他。我得走了，不然会在这影响你。狼毅耷拉着脑袋，声音有些委屈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叶简熙也不确定，所以没有给出确定的时间，只留下一句：会回来的。叶简熙离开后，狼毅看着他的方向很久没有动，也不知道这几天里西西有没有找到其他雄性，如果没有雄性照顾他在外面该有多苦。医生担心他的身体，走过来劝导：族长，连你在他身上都讨不到好处，也许他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弱小。狼毅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，如果不是他，西西就不会离开。滚出去！强大的精神力直接把医生冲出房间。另一边，叶简熙来到一处小河边，点开空间找到一本安抚雄性的书籍，将里面的内容全部学会，才再次回到基地。来到狼毅房间门口，发现医生和狼峰正躺在门口睡觉，于是叶简熙变成兽形偷偷溜了进去。房间里面，狼毅人形躺在治疗舱里，大尾巴在身后甩个不停。叶简熙用兽形跳到他面前，爪子按在他鼻子上，把体内的精神力慢慢疏导出来，来到狼毅的体内，带动他的精神力，让原来杂乱无章的精神力规规整整排列。狼毅睁开一只眼睛，虽然不知道小雌性是怎么做到的，但是他的雌性一直都很神奇。狼毅立刻变成了兽形，配合着叶简熙的抚慰。由于身体受了重伤，又失血过多，伤治好之后又精神力暴动，在叶简熙尾巴的波动下出现困意，不到一会就睡着了。为狼毅做好抚慰后，叶简熙忽然感觉到身体上有些不对劲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声音响起，警告：预计10分钟内仔仔会降生，请宿主做好准备。系统话音刚落，叶简熙就被强制变成了人形。叶简熙紧绷着身体，因为吃了无痛生子丹，他没有感觉到腹部有任何疼痛。他在治疗舱里翻来覆去，10分钟内并没有给出准确的时间。等叶简熙刚想坐起来的时候，就听到了微弱的声音，低头一看，就发现他和狼毅中间有2个毛茸茸的小黑狼。他快速蹦下去，眼睁睁地看着治疗舱里一大两小，从开始到结束他没有感受。狼毅也睡得死死的。叶简熙将2只小黑狼抱了起来，放在了他的治疗舱里，并找到了黑狼幼崽适用的参数。2个幼崽很快睡着了。叶简熙转身离开。半个小时后，叶简熙来到了红狐族监狱，监狱里的人都已经休息。叶简熙拿着小树枝来到了关押利元德的房门，过了半个小时后才出来。出来后随便找了个酒店住下。第二天上午10点，叶简熙打开房门，就看到洪墨轩刚好在门外，手里拿着餐盘走了进来。叶简熙打了个哈欠，擅自闯进来，可不是你们红狐做的事。西西小姐昨晚没有休息好吗？洪墨轩微笑开口。穆简熙没有回答，而是神情严肃地看着他。洪墨轩见叶简熙严肃的模样，打趣道：我和西西小姐一样，昨晚也没有睡好，不知道是谁深夜跑去了监狱，
把丽媛的眼睛戳下了。叶简熙面无表情，2秒钟后转为高兴：“真的吗？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好消息。”洪墨轩叹气，眼神里都是纵容。西西小姐在宴会上的演技很好，现在在我一个人面前装一下也好。叶简熙看着他一脸无辜，装什么？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洪墨轩保证道。叶简熙当然知道他不是来质问他的，也不是来威胁他。洪墨轩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想彰显一下狐狸的聪明才智。叶简熙拍掌：“你好厉害！”他的举动并没有让洪墨轩高兴。往日里进退有度的狐狸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窗外，不知道在烦恼什么。过了一会，他突然开口：“西西小姐，我想正式追求你，让你成为我的雌性。”叶简熙摊开手：“之前的不是正事吗？”听到这，洪墨轩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，整个人都很精神，双眼发光。“请问西西小姐今晚有时间吗？我想正式向我的父亲介绍。”“不了，我还有事，改日吧。”洪墨轩有些失望。“那好吧，丽媛下个星期就会离开这里。”叶简熙抬起头嗯了一声，想想今天晚上要哪个部位，眼睛已经没了，那就守好了。与此同时，黑狼族基地，狼一觉醒来已经快要傍晚了，耳边传来一阵呜咽声，他皱着眉头睁开眼，就看到2个狼崽子正和他对视，2个小狼崽饿得哇哇大哭，但是很听话，没有乱跑。狼一瞪大眼睛，急忙把狼峰喊了进来。狼峰开门，然后站在原地，瞳孔放大。这是什么？给他们找点吃的。狼一把2只小狼崽放回治疗舱，又调整了一下数据，2只幼崽太小了，和当初的叶简熙一样，如果让红狐族知道，一定会对他们下手。狼一时刻保持警惕，和红狐族的问题拖下去不是办法，越早动手对崽崽们就越有利。另一边，叶简熙趁洪墨轩走后又来到了监狱，此时丽媛眼睛上包着一层布，听到声音立刻大喊着：“放我出去，快放我出去，不然我父亲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我今天很生气。”叶简熙看着他严肃开口，丽媛吓得脸色骤然变白了，蜷缩在角落里不敢说话。“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真的错了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”叶简熙蹲下来。昨天你不是说要我好看吗？过了一会，丽媛倒在地上，满手血迹。我真的错了，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马上就要离开红湖星了，我发誓，绝对不会回来的。丽媛匍匐在地头，垂着祈求。你房间里原来的雌性，你把它们放哪了？叶简熙问道。黑市，但是黑市已经被黑狼查了。丽媛不敢说谎。叶简熙站起来，今天先放过你。说完，转身就走出监狱大门，来到了红湖星族长住处。大厅里，族长坐在高高的椅子上，戴着黄金的皇冠，手握权杖，光线从上打下来。你来了。洪墨轩呢？红狐族长叹了口气。今天下午他遭到了黑狼的袭击，黑狼使用了过量的诱导剂，让他陷入了精神力暴动的状态。精神力波动时，雌性可以安抚，一旦陷入暴动，不管是谁接近，都有可能被当成敌人解决。唯一的办法是强行使用药物干预，然后再让雌性安抚。可他是红湖星精神力最高的人，谁能控制他？叶简熙微微点头，那我去看看他。另一边，洪墨轩正在用头撞墙，几个强壮的兽人正在使劲地按着他。叶简熙走到他面前，红狐族长连忙阻止，小心，他现在谁都不认识，会伤到你。叶简熙背对着他，点点头以示回应，接着伸出手准备抚慰一下这只受伤的狐狸。红狐族长和医生以及其他人都紧张地看着，一旦发生异常情况，他们就会立刻保护好叶简熙。就在这时，精神力暴乱的洪墨轩突然恢复了神智，接着对着叶简熙做了一个绅士的鞠躬。美丽的雌性，请问今晚有时间吗？